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来到了河北保定。我不远处就是太行山，属于山西和河北的一个交界的山脉嘛。之前我们在山西太行山深处看到了很多地主大院，比较典型的有皇城相府，那个是修建的富丽堂皇，是一座城堡式的庄园。那么在山西还有其他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很多呢是修建的富丽堂皇，那么代表了晋商的财富之大。那今天我们来的呢是河北这里也有一座清代的建筑，到现在呢将近快400年了。这种地主庄园呢有2个称呼，一个是说是华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一个庄园，还有一种说法呢，这个是我们中国现存最大的清代民居建筑。说是中国最大的，我觉得有点不可信的，因为我们在山西那种看到了太多了。那它居然有这个称呼，就可以想象出来这个庄园的规模建筑肯定是非同不一般。所以今天就来这个庄园看一看。同时呢，这个庄园有几个谜底，就是它里面的雕刻一般人不能使用的。还有呢，它这个主人呢也是众说纷纭。尽管我们现在说这个主人是一个姓王的人建造的，但是据说这个又不是他建造的，跟当时的多额骨有关，所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现在呢，我已经来到这个庄园了，还是在外面呢，还没进入到里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完全是高墙大院了，因为这个跟我们在山西看到的皇城相府或者其他的一些地主庄园类似，它是属于一个城堡式的地主庄园。建成这个样子呢，其实就是为了防御。庄园呢，总占地面积将近300亩，房屋呢500多间，到现在已经370多年了。有人这样说：皇家建筑看故宫，民间进驻看腰山。这个地方呢，就是河北的腰山，已经快靠近太行山了，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太行山脚下的一座地主大院。这个地方是叫做王氏庄园，是一个叫做王锡衮所建。这个地主大院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清代将军府邸和巨商的豪门巨宅，相当于是最早的那个建造主人，他应该是一个清代的将军，后面他的后代呢变成商人，所以说是将军府邸和巨商的结合体。我们随便先进了一个小院子看看，发现没有，全是这种清代建筑风格跟我们在山西看的很多地主大院类似。它这个建筑呢是建于清朝顺治时期，非常早了，刚好是清朝入关没多久。这个主人呢，据说是跟多额衮有关，2种说法。第一呢，就是这个主人王锡衮是多额衮手下的一名将军，随着多额衮进入关内，南征北战，立下了无数汗马功劳，所以呢，把这一块地呢，多额衮就赏赐给他了，然后给了他很多财宝，于是呢，就在这个地方建了一座豪宅。另外一种说法呢，说这个地主庄园本身就是为了多额衮所建，因为多额衮当时是属于摄政王嘛，这个地方呢离北京才不到200公里，所以这个地方相当于是为多额衮建的一个行宫。皇帝行宫一样，多额衮呢，如果有空的话，就来这边度假。但是呢，由于后面多额衮去世之后，又受到顺治的惩罚，这个地方呢，就变成这个王家自己的院落了。主要的说法就是这2种。现在呢，我们又准备来这个大院里面看一看。我是从那边过来的，这里都有好几百米，所以说这个大院是非常大呀。我们这边算是大门，然后这里有一堵墙，然后这边也有。这外面的呢是后面修缮的，可能是为了保护，就把这个圈起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影壁，一般以前呢大户人家或者是其他建筑都会有影壁。那这个影壁的作用呢，我们以前也说过，在这里呢再说一下这个影壁的另外作用，一般是称之为阻挡竖线的。那同时呢，又被古人称之为萧墙，因而呢有祸起萧墙之说。在旧时人们认为自己宅中不断有鬼来访，所以呢修缮一堵墙以断鬼的来路。因为据说小鬼直走直线，不会走弯路，
这个我们看一些影视剧也是如此。另一种说法呢，就是造壁引壁是中国风水意识的影响，就在古代建房屋、建陵墓、建什么都要讲究风水。大家猜一猜，这种隐蔽当时花费了多少白银？1000两啊！所以说他们家族实力是非常雄厚的。现在呢，我们准备进这个院落里面看一看。这个院落的名称叫做仁和堂。整个王氏庄园其实是分为2个大的庄园一样的，就是说南北2院，然后里面呢有数十个四合院。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大门非常简单吧。这个在古代有一些大户人家，他们修建房屋呢，修建的很大，里面装修的富丽堂皇，但是外面呢大门弄得简单，而且又比较小，这个就显示低调，不让别人知道我是一个家财万贯的人，或者说我里面弄得很好。这就是古代一个我们说的低调内敛的说法。这里门口有2只狮子，不过呢，这个狮子好像有点破坏了。大家发现没有？这2只狮子呢，一个踩着球，一个踩着小狮子。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公一母的区别。因为在一些寺庙啊、关帝庙啊前面都会有狮子的。那这个大户人家同样拥有，因为他们属于那个镇宅用的嘛。现在呢，我已经在这个大门下面了，在这里啊还有2个房间，分别是有作用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写了一个门房。收租账房，就相当于这里是收租的。以前这个王氏家族在这边有很多田地，那么他就把田地租给了附近的村民。那到了秋收之后就要交租嘛，那么交租只能到达这个地方，因为它这个属于深宅大院，外面的人呢一般是进不来。那另外一边呢写的是传事房，就是说外面有什么人要拜访这个王家，那么先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去向里面汇报。说有人要来拜访你，然后从这边进去之后，我们一般说是不是进入那个大院里面了？是有这种说法，但是还不是核心的，因为一座大院呢，它其实是有好几道大门的。一般在山西我们看到，它进入之后要拐个弯，就相当于进入一个瓮城一样的。在南方呢，基本上整个大院是这样对称的，1进院落、2进院落，这样是排开的。如果是在南方，它大门是在这里。而在山西北方，它这个大门呢，在这个位置。刚刚我们说这个院落有点像瓮城嘛，因为这个是第2道大门。那其实这里在地主大院里面讲究的是1进院落。1进院落呢，也有很多房屋，这些基本上就是客房、管家房、账房。你像我们这个呢，就属于客房。刚刚呢，我们不是在大门那里说了一个传事房吗？那如果是说这个王家的朋友来了，来到这里拜访，传事房的那个人呢，先把客人引到这里休息，就是让他在这里等待，而那个人呢，下人向里面的主人报告谁来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叫传事房或者客房。那这里也叫书房。当然了，现在这个里面没有多少东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呢，还摆放了一些图啊，大家猜一猜这个是干嘛的？这个就是典型的4大美女的图像，貂蝉、西施、王昭君跟杨贵妃，这个在很多地方看到过哈。有些地方会摆梅兰竹菊，当然这是由它的特定环境造成的，因为古代的文人雅客喜欢这些东西嘛，所以它自然就有摆放。在以前，就是专门让客人等待的地方都有这么大，有好几个房间。这客厅是书房，卧房呢就卧室还在隔壁，就相当于这几个让客人等待的都比我们现在很多人居住的什么2室1厅、3室1厅还大。在客房旁边又有一个院落叫做东院，这个呢称之为管家房。管家的是一个大家族里面必不可少的，而且呢身份是非常高。比方说主人如果出去了，这个管家可能能做半个主，如果男主人女主人都出去的话，因为管家的话一定是这个家族的核心人员担任。你比方说这个家族很多人生活就像发工资一样的，很多时候呢由管家跟账房去核对，所以呢一般大家族管家呢会有一个单独的院落。当然这里呢不止管家一个人居住
管家的一家人可能都是在这个院落里面居住。为什么会放在最外面呢？因为管家不光是管理他家族，就是协助主人治理，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对外。你刚刚说的，他那个外面的客人来访，如果是比较重要的人，首先那个传事的人就先跟管家汇报，然后再去跟主人汇报。那么管家呢，同时呢就可以起到一定的接待作用。我们现在看一下，当然了，现在这里呢，由于经过了时间的那个变迁呢，已经改成了私塾房，就让大家展示那个一个家族里面私塾是什么样子的。越大的家族，越强盛的家族，他对小孩的教育特别重视。就是说，你这个家族能读书的人，就一定得先读书。之前我们去山西的皇城相府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家族的人，他先让那些子弟去读书，去考取功名。如果说出去外面闯或者功名考不到，才回来继承家业，这个是皇城相府的。那么我猜想呢，这个家族可能都是如此，因为他是跟随多尔衮打江山，那么他见证了那个清朝入关的一些过程，所以他对这个更重视。像这里呢展示的可能就是以前老师在这里写文案，然后在这里做功课。当然这里展示的是一个小私塾，当时整个王家的私塾啊，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在山西也看了很多大院，它一般私塾的话是有整个院落的，一进院落有客房，还有那个管家院，基本上我们都看完了。那这个呢，其实是第二道门，也是整个展院里面最正式的大门。从这里面进去呢，就是比较重要的人居住的。大家首先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大门，我们肉眼看这个大门有点像什么哈？真的是像那个一只龙的那个嘴巴呀。我们经常说羊入虎口，这里呢可以说羊入龙口，因为这个是龙的上面嘴巴，这个是下颚，非常形象啊。正常来讲，在古代是不允许的。那么为什么在这里会存在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很有可能是当时为多尔衮修建的一个行宫，所以才有这种展示。因为多尔衮呢是摄政王，而多尔衮呢在他们一些手下人的心目中呢，其实就是跟皇帝一样。因为当时顺治的母亲嫁给了多尔衮嘛，所以多尔衮呢叫做皇父摄政房，就已经本身被顺治皇帝称之为父亲了。现在我们要羊入龙口了，从这里进去就是进入到那个大院的核心部分。不过我们得先来看个两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在这里呢有两块石雕，这个不一般呐。这里呢代表文，这边代表财。我们说升官发财，在这里是非常明显。为什么呢？首先这里有一个人拿着一支笔，踩着一只鱼，这个相当于古代的那个文曲星，说的就是升官。这个在古代这些豪门家族啊，他们都讲究这个，先让家里的小孩去考取功名嘛，然后去当官，他们世世代代都是如此的，所以有这个展示。然后这边呢也是有一个人，他踩着那个金蝉，这个金蝉呢是3条腿，金蝉代表着满身都是金豆子嘛，我们说杀豆成金，就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代表着他们这个家族呢里面的人员后代要升官，然后家族呢继续要更繁荣、更昌盛，升官发财嘛。一般在古代大家族都是有这个寓意的。你像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门额上面呢有那个葡萄，还有蝙蝠等等，就是有寓意的，多子多福啊等等。然后进来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又有一扇大门，这个是我们常说的仪门呐。这个仪门我们以前也讲究过很多次，它平时呢这里是关闭的，只有身份比较高的人，如果是官宦家庭圣旨来了，才能走这个门。平时他们进出是走两边的，现在是没有这么讲究了，我们可以直接进去了。当然了，在古代这个是讲究的太多了，因为门第观念、等级观念是全部都有的。然后进去来了，这里呢就是二进院落。那么二进院落是什么人居住呢？就是他们这个家族的那个孙子辈居住的。这边的房屋呢，就是主人家的第2个孙子居住的。
里面现在看看有什么，估计的话没什么东西了。我还猜想有没有那个床呢，也没有。这些呢，基本都是后面的。在这房间看到一幅老虎的图，叫做上山虎。中国人呢，自古就喜欢虎，认为虎是强壮威武的象征，也是代表吉祥与平安的瑞兽。同时呢，虎又是兽中之王，代表着威严、权力、荣耀。在这个孙子里面挂着老虎的画像，也寓意着主人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勇猛、威猛，有不凡的能力，美好的那个未来。在这里呢，发现一根精美的那个石雕啊，这个石雕很有说法，讲述的是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我们看看上面呢，这里呢是猴子、马，马上封侯，大家都懂得是什么意思了。然后下来一点，这是松柏，代表了长寿，主人呢希望他们家里的人长寿。中间是老虎，老虎威严，主人希望他们家族的后人呢能够威严，能够不凡。然后呢，白菜，我们说的升官发财的意思。金钱豹也是代表财富。所以整个这个图案呢非常和谐，因为雕刻成这个样子，我们不会显得杂乱无章，但是呢突出了主人他希望的意思。一般石雕它都是讲究对称的，你看另外一边就是狮子，这个同样是如此。壁虎在向上爬，就是形容他们家族那个繁荣昌盛，一直往上走。我们看完了二进院落，大家发现没有？二进院落跟三进院落有一个隔开，一个过道，那么就代表了这里呢就进入到核心的地带，也可以说是有点女眷居住的地方，所以是分开的。这同样啊是一个垂拱门，下面呢是抱鼓石。我们一直说它这个地方有可能是多衮的行宫，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不符合正常的人建造房屋的规制。我们一开始看到那个二进院落那个垂拱门是属于龙头，在这里呢，三进院落的抱鼓石又出现了龙头。你看，这是龙头，看的是很明显。在另外一边的抱鼓石凤尾，龙头凤尾，这个是在普通的官宦家里，还是说民间的那个家里，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呢，整个这个大院还是能看到很多我们说的僭越，就是不符合主人身份的，所以才有这个谜底。一直都在说这个很有可能是多衮的行宫嘛。过去呢就是三进院落，这个三进院落呢是这个家族里面的二夫人、三夫人居住的场所。这个大院里面的所有的柱子啊，全部是实木的，非常多啊。这些柱子基本都是原版的。这边是二夫人，这边是三夫人。大夫人在正前方啊，因为古代那个原配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他居住的地方也是不一样。还有我们常说的嫡子啊，一般说的嫡子就是原配夫人生的。这个门窗就不用讲了，肯定是经过修缮的，因为毕竟经过历史比较悠久。这里面也算是一个三开间，整体的话不是太大。中间的话就是如果老爷来了，就坐在这里跟这个三夫人聊天。那二夫人说错了，旁边呢就是他那个床。当然这些都是后面的啊，以前原版的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看起来比较简单，那其实在那个时候啊，这里可不一般呢。我猜想这个应该是繁华的多得多。我们看了二房，那个三房就不用看了，基本都一样。然后继续往里面走，去看看老爷和正房夫人居住的。它这里有个好处，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介绍。然后我们现在这里呢，可能看到的就是那个休息厅啊，一般是过厅，那就是老爷嘛，他不可能实实在在都在那个书房或者是卧室，所以呢，他有时候就在这个地方休息。然后那比较亲近的那个客人啦，也基本就是在这里交谈的，因为里面的话是那个大夫人居住的，很有可能啊就不会那个让他去里面。你比方说三房、二房的那个兄弟啊来了，只能在这里，不可能进去嘛。这边是四进院落，一般在地主大院里面有四进院落的比较少，我们经常说三进院落。它这里呢也可以称之为四世同堂的院落。
就是说这个主人和他的那个重孙子啊，在这里居住。在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呢，突出主人身份不一般的，就是这个台阶。我们经常看那些地主家里的那个台阶啊，只有3级，而这里呢是7级，1、2、3、4、5、6、7，这个也是属于那个不一般的。它主的是7级，在厢房这里呢是5级。其实呢，这个也是超越了规制，因为明清时期啊，一般民居的话，台阶是3级，这里在当时是绝对禁忌的。它就是有仿照皇城之势，因为在皇城故宫嘛，就是台阶这种。这个就是房屋的主人王锡滚，当时居住在这里，原配夫人也是在这里的。一进来我们就看到很多东西不一样，这边的是床，然后这边是那个书房一样的。关键是这里有一个东西啊，在这个最前方有一个如意，发现没有？那么这个一般是身份比较高，就是皇室才能用。那么这个据说是多尔衮当时赏赐给这个姓王的主人的。然后呢，按照资料记载，这里面的家具也不简单，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以前留下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床都非同一般，因为当时多尔衮呢是赏赐了宫廷那些家具给这个姓王的，家具真的是富丽堂皇吧。那这个看起来是老物件了，有一段历史了。这个大院以前其实有很多精美的石雕和木雕的，只是说由于时代各方面的变迁，导致呢这些石雕、木雕很多已经没有了，所以导致我们今天看的雕刻还是比较少的。500多间房屋的一个大院，其实还是非常庞大的。以前呢，这里建成跟行宫一样，可以说是富丽堂皇。豪华程度呢，会超出你的想象。这个大院它最后的主人去哪里呢？就我们常说的地主去哪了？他第1代是将军在这里居住，后面呢第3代还算是成就比较高，就是变成商人了。后面呢慢慢家族就衰落了。这个跟很多晋商是一样的。在这个大院最东边就是花园，这个花园的面积非常庞大呀，估计当时他们家族的人经常在这个花园里面嬉戏，算是他们娱乐的地方、休闲的地方。有湖有假山，估计当时他们家族的人都是坐在这个回廊上面看个这里的风景。王家大院的仁和堂这一部分我们就基本参观完了。按照我个人的猜想，这里是多尔衮的行宫，应该是8、9不离10。因为作为那个王锡滚来讲，他在当时绝对是不敢采用这么多僭越的东西，龙头凤尾，这个基本上只有帝王才能可以使用嘛。所以呢，多尔衮应该是不例外。就跟我们之前在重庆看到的一个建筑，叫做惠龙庄，说是建文帝或者是和珅居住的，也有很多僭越的东西。因为在古代，这种帝王才使用的，民间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作为官员的话，他就更不可能简单的去使用了。